这是什么地方？哦，饭店。晚餐就不必了，我们只想回家。刘先生，请留步。在您回家之前，我想请您再帮我办件事儿。看来你们所谓的释放是有条件的了。刘先生，推开那扇门，就是会议室。在会议室里有很多记者在等着您二位，他们非常想知道您二位在重获新生之后有什么感想。好，没问题，我奉陪。别急，发言稿我已经给你写好了，你照着念就行。暗无天日的渣滓洞，竟然让你们说成了人间天堂。对共产党人的残忍虐杀和刑讯逼供，让你们说成了教化和感训。这满纸的荒唐言论，就能掩盖残暴的事实真相，粉饰发指的累累罪行吗？哼！还让我对你们的法外开恩感恩戴德。姓杜的，我告诉你，你打错了算盘。哎，刘国阳，我实话告诉你，在你面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捡起发言稿，推开这扇门，照本宣科。那样的话，你们二位就可以非常从容地离开这里，继续你们的甜蜜爱情和幸福生活。要是我不合作呢？要是你不答应，你会被送回监狱，吃不尽的苦头，受不尽的酷刑。楚小姐就没那么幸运，她会在今天晚上就被秘密处决，香消玉殒，泪洒黄泉。我保证，我一定会亲手拍一张照片，送给你当做纪念。说到做到。国阳，国阳，国阳！刘先生想清楚了吗？国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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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阳！国阳！我合作，我合作。
国阳，大哥，国阳，你受苦了。你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大哥，家里好吗？母亲好吗？自打你离家出走以后，母亲身体一直不好。你被捕的事儿没敢告诉她，要是她知道了，肯定受不了这个打击。大哥，家里就都交给你了，照顾好母亲和哥哥姐姐他们。国阳，听大哥一句话，别闹什么共党了。我路过广州的时候，看见成批的共产党都被他们杀掉了。这一次，要不是我和你二哥为了你到处活动，你还能在这儿见到我吗？大哥，你是不是给了他们很多钱？不提这个，只要你能够出来，花多少钱我们都不在乎。我已经替你安排好了，记者会一结束，我就带你走，先去香港看母亲，然后转机去美国。你二哥在那里给你联系了一所大学，为你选修了你最喜欢的哲学专业。你吴姐在那边会等着你的。我听说你交了一位女朋友，她可以和你一起去。好，大哥，我都听你的。这就是我的好兄弟。大哥，我要去见记者了，你的衣服给我用一下。好的，来，你拿去。你去吧。你大哥为了你的事情可是煞费苦心，千万别辜负了他。放心吧。刘先生能够浪子回头，实在是难能可贵。杜处长，你看我跟楚云霞两个人同时上台发言，您觉得是不是更有说服力啊？好啊，双双改过自新，一起远走高飞，不错的主意。去吧。云霞，跟我走。国阳，听话。我不。听话。各位先生、女士，让大家久等了。我叫刘国阳，这是我的妻子。今天，作为当局首批释放的政治犯，我和我的妻子将在这里发表重获新生之感想。这份发言稿件是二处处长杜银山替我写的，
我的感想，竟要由他人替我执行，实在是可笑，大谬，华之大稽。在本市阁的山脚下，有一座监狱，名字叫渣滓洞。我和我的妻子，就是刚刚从那里被释放出来的。渣滓洞监狱，那是一个什么地方？那是军统特务专门从事残害革命志士的阴森地狱，是杀人的屠场，是罪恶的魔窟。1946年8月。他们在那里枪杀了车耀先和罗世文，随后毁尸灭迹。1947年9月13日，朱念群、尚承文及张长敖3人被他们用电刑和十字镐杀害在那里。累累暴行，万言难尽，滔天罪恶，罄竹难书。吴阳，你他妈再敢胡说八道，老子给你弄回渣滓洞去！诸位，都看到了吧？这就是典型的臭嘴脸，不辨是非真伪，不分青红皂白，置事实法律于不顾，只知道用沾满鲜血的双手到处抓人，刑讯逼供，草菅人命。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渣滓洞，那是一口活棺材。一个让人想一想都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活棺材。老虎凳、水葫芦、鸭儿浮水、飞机下蛋，多么别致而又丰富的字眼啊！可这些，在特务的词典里，是见者惊心、闻者诈尸的48套刑法中的几套而已，是对付革命者的工具。是赏心悦目的游戏。刘先生，您刚才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我说的是血淋淋的事实，血淋淋的惨象。不信，请大家看这里。被关押在魔窟、惨遭摧残的全体难友的姓名，200多位啊！这是他们的亲笔签名。不许拍，都不许拍！楚云霞跑了，记者呢？大部分记者已被控制，相机全部收缴。哪家报社的跑了？只有一家，香港大公报。副座，照片呢？洗出来了。马上发通缉令。可是现在正是和谈期。我不管。可是这些照片，
杀了你，我必须杀了你！不在。朱小姐，云霞，小姐，哎，大师兄，快去好把风，快去！倒杯水来。云霞，你先别哭，你怎么了啊？你怎么逃出来的？来，坐下来说。我不杀你，现在杀你便宜了你。刘国阳，就你今天的表现，足以让你加码封赏。几根金条、几块金表，我早就看不上眼了。到时候你的大哥会举全家之力来赎你，你信吗？说实话，做生意我不在行，可是买卖人头的营生，我却是行家里手。到时候我会让你全家筋疲力尽，家徒四壁，而你依然会死无葬身之地。而且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快，我得跟你做做游戏。渣滓洞监狱48套刑法，跟这些游戏比起来，那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那好吧，你都拿出来，让我见识见识。稍等，拿来！公元前44年3月15日，凯撒大帝身中23刀，死在他昔日盟友庞贝的雕像面前。就在他遇刺的前一天，他的骑兵长问他，什么样的死法最好呢？凯撒说，迅速而意外的死亡最好。他还说愿意突然的死去。没想到第二天，他的预言就应验了。迅速而意外的死亡，这个死法确实不错啊。可是你刘国阳的死，一点儿也不意外，更不会迅速。我会给你注射一种药物，这些药物会让你清醒好几天。在你清醒的时候，拷打你，折磨你，我会让你每一秒过得都像1年一样。第一天你会疼痛难忍，第二天意识模糊，第3天甚至你不知道自己就要死了。不让你生，不让你死，就是让你在生和死之间挣扎煎熬，流连荡漾，慢慢的体会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弟兄们，现在没有颠覆党的荣誉，没有向敌人低过头，更没有出卖过同志。好了，我知道，不然的话我们早就转移了。你和国阳都是我介绍入党的，我相信你们，也信任你们。江姐，我会向你汇报渣滓洞的情况。不急，我们现在已经跟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了。明天党小组会上，你跟大家都讲讲。海林，你去通知朱安和依然同志，明天早上在这里开会。是。
早点休息。江姐，我别哭了，明明已经睡着了。我睡不着。那咱们躺下再聊。共军部队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向我长江防线发起猛攻。总司令汤恩伯将于今日到芜湖亲自布置防务。刘国阳同志的义举，不仅掩护了云霞同志脱险，而且还机智地送出了这份名单。这为我们下一步的营救行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在这里，我代表南方局的全体同志向刘国阳同志表达深深的敬意。上级指示我们，要我们做好全力营救狱中同志的准备。下面，请朱平同志把营救行动的准备工作布置一下。被捕的同志总计有200多人，分别被关押在3个地方，一个是白公馆，一个是乍自洞，还有一个是城里的某处秘密地点。我们现在要尽快通过各个基层组织，发动党员群众，尽快弄清楚这3处监狱的具体情况，越详细越好。云霞同志刚刚从乍自洞里逃出来，对狱中的情况比较了解，给大家介绍一下狱中的情况吧。云霞，给大家介绍一下狱中的情况吧。哦，好。
这个是我凭记忆画的一张渣滓洞的地形草图。渣滓洞三面临山，一面临沟，地形非常的隐蔽。原本这里是一个小煤矿，39年军统特务霸占了这里，强行占用了煤窑和矿工的住房，把它改建成了监狱。现在是内外2个院子，内院有一个防风坝和一个1楼1底16间牢房。这一侧有2间平房，是储藏室。外院是军统特务的办公室，这个是宿舍，这个是厨房，刑讯室在这儿。院内有一个岗楼，上面架有2挺机枪，在围墙的周围还有3个，每次站岗至少有1名哨兵。我听狱中的老同志跟我说，敌人还在山上设有堡垒和机枪阵地，但是具体在什么地方我就不太清楚了。昨天我和国阳坐车离开渣滓洞，路不太好走，但是根据车速和行车的时间，我们可以计算，从渣滓洞到白公馆大概是2.5公里，从白公馆到小杨公桥也就10分钟的车程。路上有4个哨卡，但是我们路上蒙着黑布，到底有多少哨兵站岗，我们就不知道了。目前我们了解的基本情况就这么多，现在大家就分头去搜集这些情况，只要是跟白公馆和渣滓洞有关联的信息都要搜集起来，不要遗漏任何对营救行动产生任何影响的细节。那不行了吧？张姐，让我和他们一起去吧。你现在出去很危险，还是好好在家里静养几天，明白？还可以帮我照看一下冰冰。江姐说的对，以后会有任务交给你的。明明哭了，我去看看。江姐，你现在工作任务很重，带个孩子不方便吧？是啊，从重庆回来，一直是老康叔帮我带孩子，明明跟我都不亲了。老康叔明天就要去华阴山接一批队员了，他这一走，明明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同志们哪个有时间就帮他带。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说吧。把明明交给姐姐照顾，可以吗？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只是姐姐能同意吗？这边的情况不敢跟她讲，怕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不过我已经打电话通知他们娘俩来重庆了，现在应该在来的路上了。姐姐苦熬了这么多年，一直盼着能和老彭相聚。如果她知道老彭牺牲的消息，她能……更何况还要让她去照顾一个老彭和别人的孩子，一般女人都承受不了这些。姐姐是一个豁达善良、通情达理的人，我想，只要我们一起跟她解释清楚，她是会顾全大局的。毕竟姐夫已经不在了，而明明也是姐夫的孩子。以前跟四哥在一起的时候，也经常听他提起姐姐，说姐姐虽然是一个没有怎么读过书的人，但还是一个豁达知礼的人。我也相信姐姐会把明明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的。那好，那就这么定了。一有姐姐的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咱们见个面。好。要不是长江战事冲淡了刘国阳制造的麻烦，上面怪罪下来，
我们的责任就大了。和谈破裂了，咱们这次又可以明刀明枪的和他们较量。和重庆地下党的较量，其实就是和江竹云一个人的较量。我们只要抓住了江竹云，就等于抓住了他们的7寸。处座，咱们是不是来个全市大搜捕啊？不，那样会打草惊蛇。该是潘图志发挥作用的时候了。这小子现在是惊弓之鸟，没有要紧的事他从不出门。他还从咱们处里借了几把枪，在南岸雇了几个小流氓帮他看家护院。有3件事情，马上去办。先去报社，把潘图志写的反共宣传文章全文署名刊登。潘图志住所的大致方位，也要在文章当中巧妙地透露一些。记住，在文章的结尾一定要写明他最近就要去上海、南京、成都，配合我们的行动。这张报纸不能让潘图志看到。明白。第2件事情，马上成立一个特侦队，分3组，在远离潘图志住所的3处，24小时蹲守，配备步话机，保持联络畅通。是。第3件事情，我们要为江竹云扫清除奸障碍。您是说，拔掉潘图志家那几个？对付流氓，就得用流氓的方式。记住，这些事情都不能让潘图志知道是我们干的。明白。去吧。来，下来，来，来，哥几个，辛苦了啊！谢谢啊！来，快下！来，抽颗烟，辛苦啊！好，来，放这抽。好，谢谢啊！谢谢啊！来，哥几个，来上！来，好酒，来，吃。人都到齐了吗？我这个特侦队救援队请指示，出发。3，向右转，右转，跑步走。杨哥，35军呐，已经逼近三浦地区了。那可是南京的大门呐。照这个打法，解放南京那就是一袋烟的功夫了。解放重庆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好了，大家还是想想怎么营救狱中的同志吧。江姐说的对，大家都跑了1天了，都说说有什么收获。那我先说吧。好，我了解到一些白公馆的情况。白公馆呢，原来是一个四川军阀的别墅，39年戴笠买了下来，改成了军统局本部直属的一个看守所。原来的防空洞改成了现在的刑讯室，储藏室呢改成了地牢。这里的看守呢并不是很多，大概也就10几个人。另外，我还打听到一个消息，刘国阳同志今天下午被敌人也转移到了那里。云霞，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只要人活着就有希望。延安同志，你接着说。好，关于营救狱中同志的这件事儿，已经有同志们着手去做了，只是运气不太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新市区区委的几个同志已经成功地策反了国民党交警部队的一个营长，这个人就是负责歌乐山地区特统区守卫任务的。可惜的是，前几天这个营长被调走了，计划呢也就中途夭折了。我目前了解的情况也就这么多。大伙儿知道我今天去哪儿了吗？
对啊，你今儿去哪儿了？怎么还挂彩了？你猜？难不成你还去了渣滓洞了？我还真去了一趟渣滓洞。云霞姐不是说渣滓洞附近有个水沟吗？对呀，我当时就想，这水它总要流下来啊，这流到哪儿总得有个地方吧。可我这么一打听啊，还真找到那个地方了。只不过啊，现在是旱季，没什么水，我就顺着那水沟啊，7拐8拐的我就爬上去了。那沟真难爬，水里啊，除了石头就是杂木，还把我脚刮伤了。那最后怎么样了？最后我爬了1个多钟头吧，就爬到渣滓洞附近了。真的？真的，我都听见渣滓洞里边狼狗叫了。海林提供这个线索太重要了，这条水沟很有可能成为将来我们武装劫狱的秘密通道。还有更重要的呢，就在我要回来的时候啊，我一转身，吓了我一跳，我就看有个浑身黑乎乎的东西，2个眼睛直勾勾的就瞪着我。哎，你们猜是什么？哎呀，别猜了，你就快说吧。是个煤矿工人，就是老百姓说的煤花子。哎，浑身黑乎乎的，什么都没穿，头上戴着个圈儿，圈上有盏油灯。不可能啊！自从渣滓洞被改成看守所之后，那里哪会来的煤窑呢？真的？你以为我给你讲故事啊？我不信。海林说的是真的。我在狱中听少英大姐跟我说过，有一次她去渣滓洞的小水沟去洗尿布的时候，就碰见过梅花子。监狱里还有孩子啊？嗯。少英大姐的女儿叫卓雅，不到1岁，我们都叫她狱中之花。刚生下来的时候特别爱笑，渐渐的后来就不笑了。妈妈吃不饱，营养又跟不上。那既然能够走出渣滓洞大门，接近水沟，他怎么不跑啊？他逃走了，孩子怎么办？后来大伙反复的和所方交涉，才同意了在放风的时候由看守押着到渣滓洞门口的小水沟洗尿布和衣物。也不是天天都能去，这个要看值日兵的情绪了。由于里面缺乏必要的食物和营养，大伙的身体一天天的下降。其实洗尿布这种杂活并不累，可是大家干起来还是很吃力。为了狱中受苦的同志，为了可怜无辜的小卓雅，我们就算付出再大牺牲，冒再大危险，也要把同志们营救出来。根据海林提供的情况，我们可以这么办：等游击队的同志到了城里以后，我们可以让同志们到海林提供的那个煤窑去做工，把武器秘密带上去，想办法接近渣滓洞，然后再赶到白公馆去营救那儿的同志们。对，这办法可行。哎，这煤窑里这个炸药啊，肯定有，到时候一打起来啊，用得上。目前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和狱中同志取得联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计划，让同志们做好越狱的准备，然后里应外合，冲破牢笼。或许我们可以跟白公馆联系上。46年的时候，这个杂货铺就是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那年我听老彭给我讲过一件事儿，大概是6月中旬的一天早上，有一个人从白公馆拿了一张字条，就找到了这个联络站。字条是车耀先同志亲笔写的，内容是白公馆和这个联络站的接头方式。字条里面具体的内容，老彭没有跟我说。来的人叫什么名字？没有名字，老彭叫他说书人。从那之后再没联系过？联络过。车耀先、罗世文2位同志牺牲的时候，消息也是这个人传出来的。当时这间杂货铺叫什么名字？盛记杂货铺。赶回来，
尽快把这间杂货铺改回原来的名字。好，明天上午杂货铺就改名字，重新开张。红颜上红梅花儿开满山坡，冬雪一笑容。爱似火光明着暗夜，烽烟过，她容颜灿烂如昨。千帆竞驾临江上，行水悠悠，江山如此多娇。一忘记英雄抛头颅洒热血，人一句情明了。红梅花盛开在心中，他的故事代代相送。再多一次的选择，也会这么做。红色的信仰风中千帆竞驾临江上，行水悠悠，江山如此多娇。一忘记英雄抛头颅洒热血，人一句情明了。红梅花盛开在心中，他的故事代代相送。再多一次的选择，也会这么做。红色的信仰风中红梅花盛开在心中，他的故事代代相送。再多一次的选择，也会这么做。红色的信仰风中红色的信仰风中